高雄异闻录，凤山县长被水鬼抓走，揭开200年内围皮诡秘传说。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好地段永远不败，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凤山县长被水鬼抓走了。这是一个新的系列，我会讲一些乡野传奇或是民间发生过的恐怖鬼故事，全部都是在高雄那你就听听就好，不然每次都讲房地产，我也是觉得有一点腻。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投稿的话，也欢迎直接赖我会做一些内容的调整，就帮你把你的名字马赛克起来再来分享。好，那这次我们要讲的是鼓山美术馆的阿弥陀佛碑，就有一块碑文上面刻阿弥陀佛。这块碑现在的位置就在内围皮文化园区，就美术馆这里。美术馆这边的旁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内围艺术中心？就全部都是白色，很文青的一个地方。它后面的你就会看到，你就走到那个艺术中心的后面你就看到一间小庙，它旁边就是这个碑了，真的这是真的。还有旁边还有竹子种得高高的，然后那间小庙通常都是我去看的时候都很多老人在那边聊天在那边泡茶所以这块碑是真的找得到的那这个故事很特别跟你分享，这是一个清朝时期的故事，凤山县的故事。在清朝的时候，高雄叫凤山那个之后叫高雄是日本人来以后，在清朝的时候都是凤山县。然后有一个重点它官府那时候会放在左营，所以有搞一个什么左营旧城嘛，左营圆环嘛就这样。当时的凤山县指的是整个高雄屏东超大一块这样。而从凤山县旧城就左营那边左营旧城那边通往左营的路上，会经过内围皮跟阿弥陀皮。阿弥陀皮是另外一个皮，这个我们待会说反正就这一带，你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车水马龙，没有，那以前就是都是树田野就这样。所以也很有可能他们在那边走，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边。那今天讲的故事主要就是美术馆的内围皮那时候的地貌清朝的故事嘛，那时候的地貌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看这张地图，这个是1904年日治时期的地图，1904你看看距今多久了？然后你说那时候地图会准吗？都不会准那你也看到日治时期的时候那个内围皮就美术馆现在的这个湖是超级大一块的更不用讲到清朝时期了这是更大一片。我们现在看到的内围皮文化园区只是以前的内围皮的很小很小很小一部分而已。好，那我们继续讲故事。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许多村民都会在内围皮被溺毙以前就是这样就是动不动水会淹死人嘛，而且晚上的竹林会发出凄厉的叫声那当地的村民就在传说是里面的水鬼在毛起来抓交替。某一天，那是现在有开发不然的话这个我想在以前这边一定是超级恐怖的地方。以前我当学生的时候骑车不小心骑到美术馆这边，我就觉得很恐怖了，全部都是盖到一半的大楼野狗比人多草比人高就这样，晚上阴森森的。某一天，凤山的知县坐轿子，以前轿子嘛，难道叫 Uber 吗以前坐轿子经过内围皮的时候，突然吹起一阵怪风，直接把轿子吹进水中那知县差点被淹死，叫差点，他没死差点被淹死。好不容易救他上来以后，知县就一直高烧不退，直到有一位盲眼的道长来收惊以后，才逐渐好转。那这个盲眼的道长就跟知县说：“你那个内围皮里面聚满了冤魂除非在碑边树立一块写着南无阿弥陀佛的石碑，并且重点恐怖的来咯，在碑下面要埋一个愿意牺牲生命的人来镇压住水鬼。人助力火影忍者里面那个尾兽的人助力在清朝的时候都还有人助力这个情况你看看那个年代
就是这样，动不动就会活祭活人家埋下去动不动就给他活祭就把他埋在里面，活生生的人就让他挂在那边，然后就变镇守一方，很可怕那官府听了之后也采信了就贴榜募求壮士，募求烈士看有谁愿意做这个牺牲品，有重赏这样。那这个牺牲品这边有2种说法。第一个是因为一个年轻人，因为父母生病家里没钱然后要尽孝道痛定思痛以后，就毅然决然来当这个祭品。那凤山的官府也承诺会照顾好他家人这样。但是当他爸爸听到以后，他本来要自己偷偷去，但是后来消息走漏，他爸爸听到以后就会觉得说不行，我儿子还有大好的未来，怎么可以因为我们2个老人，就他爸爸自己跑去当这个活祭品？很民间故事这个情节丰富，情感丰沛，对就是个很好看的故事。那另一个说法是，有一个路过的和尚，心中不忍有人牺牲，那他就自愿成为祭品这样。反正最后是真的有人就被活埋在碑下。那这个碑立起来以后，冤魂也就逐渐平息了，就真没听到什么水鬼抓交替的事情，从此变得风平浪静。那也因为那边就活祭了一个人嘛，所以立了一个南无阿弥陀佛的石碑，然后旁边有一间小庙。那当地人就开始就把内围皮这边叫做阿弥陀佛皮，皮跟碑写得很像我自己在看稿子的时候，重看稿子的时候也是看错好几次，皮跟碑皮是湖水嘛，碑是石头因为那边有阿弥陀佛碑，所以这边就叫阿弥陀佛皮那其实就是现在的内围皮的事件。所以美术馆这边有活祭品，就在大家晚上会慢跑路过的地方，那底下就踩着活祭品。我这样子讲会不会让你以后都不敢去？但这边有个转机这个转机不好解释。我在片尾我会直接去现场拍给你看很不好解释。那个用各版本查了又查，资料都不一样，但我还是整理出一个应该是比较可信的版本了。好，那片尾我就带你去看，现场就跟你解释是什么情况。故事还没有结束猛吧？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就立了一个南无阿弥陀佛碑吗？来镇压那个水鬼吗？后来有一些水鬼在碑立起来之前就先跑走了就他跑到哪里？超夸张跑到草衙的水皮里面去，这有点奇怪这个是北高雄美术馆这边一跑到机场那边去，真的是在机场那边从此以后草衙就开始，以前都风平浪静之后就天天闹鬼闹鬼的草衙就被当地人称为鬼仔寿皮鬼仔寿就鬼嘛，鬼仔嘛，寿就你现在去查它会写寿命的寿，鬼仔寿皮那为了好听一点，现在是改成龟仔寿皮龟仔寿皮不是碑就这样。这个我以前拍影片也讲过，有许多地方就是有什么贵子路、贵兴路我这样讲会不会得罪这个不管，反正就是这样，就富贵的贵开头的地方那或是就像这个圆规的规开头的地方桂华路桂盛路一大堆，都是类似的逻辑演化而来。那个逻辑你知道吗？贵嘛，贵嘛就这样。当然我们现在银行也不会因为你这里以前叫做什么什么大坟墓，然后或什么以前很闹鬼，银行建价会比较低，但就是地名的演化其实有一定的逻辑可循。那最后我们就再来考据一下这2个故事的发生地点的位置是在哪边那其实有此一说，就是说这个凤山县长他不是在内围皮掉下去被水鬼抓的，而是在哪边？而是在阿弥陀皮不是阿弥陀碑是阿弥陀皮那阿弥陀皮的原址在现在的那个左营区星光里，已经都是住宅区了。我会去拍给你看，也没有什么遗迹，就住宅区跟学校，也不恐怖这样
那这比较合理，因为就是左营旧城出来，对不对？那左营旧城出来，他什么理由？他要经过内围皮所以看到那个阿弥陀皮，我们现在看到的阿弥陀佛碑碑文，就不是一开始这个支线所立的那个阿弥陀佛碑，所以我猜底下也不会有火祭品才对，因为那个碑蛮新的呢。如果真的是从清朝这样跨过清朝，跨过日治时期到现在，不应该那样形灿灿我认为就是后面这边要开发起来，然后毕竟是水塘嘛，那总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传说或淹过一些人嘛，那就是加减利一块。本来我们就有这个习俗了，习俗就是有那个万善公、万善爷，你知道吗？就是孤魂野鬼啦，也不知名的路边的尸骨或者什么就弄一间小庙万善公、万善爷也是台湾很珍贵的一个文化。那既然有庙就立个碑，我在想可能是这样，所以我去现场我再拍给你看，你自己看一下那个石碑好，那这个石碑究竟是以前从那个阿弥陀皮也就是人伫立的地方那迁徙到这边来的，还是怎么样，就都已经不知道，都已经不可考了所以从这些古老的传奇来看，其实我们高雄很多熟悉的地方其实背后都有一些很精彩诡异，甚至恐怖，甚至动人心魄，可歌可泣。你看就可以演化出那个儿子要尽孝道要去，结果他老父亲听到觉得不行，然后跑去这么高贵的故事我认为这很正常非常的正常就哪个地方都有人挂嘛，就是这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方都已经从荒凉的水皮，晚上超恐怖上面还会起雾的那种，就变成了高雄非常热门的住宅区。真的我现在讲的那些地方，那个房价都是不错的地方，尤其是以前阿弥陀皮的地方那边现在要生态园区上一站是高雄巨蛋，下一站是左营高铁，这房价要怎么不高？而且那边算是闹中取静不会被那个汉神巨蛋那边车流影响到要去搭高铁也方便，房价节节攀升。你看连水鬼都知道好地段真的是很重要。那最后我想问你，你身边有没有类似的乡野传说或者曾经听过什么奇怪故事欢迎留言或私讯投稿告诉我，下次我们再一起来探索高雄更多更神秘、更恐怖、更有趣的地方当然房地产的影片也要看，我们透古通今，然后拿着这个鬼故事，到时候就向屋主杀价你这个以前这边有个人伫立怎么样你看那个屋主会不会理你如果有效你告诉我，我要去杀。好，那讲八卦就是现在我就在内惟艺术中心的后面而已，就是旁边而已，然后就走过来，这边就是了，都看得到有一座庙。那现在就有2个版本，真的是2个版本首先呢，它这边自己也有贴跟那边也有一个石碑，上面也有写，就是有罗汉舍身然后去帮大家平定一方，这样，这就是我们讲的活祭品人伫立。那以这2块石碑跟这个报道来说，讲的就是内惟皮所以这晚上很热闹，也恐怖不起来，就是慢跑遛狗什么的，美术馆的生活嘛。只是比较鲜少人知的是，就是在这边有立了一个祭拜的小庙这样。平常也有很多的阿伯或干嘛就是在旁边的竹林那边聊天然后整理这样，所以不是恐怖的，它本来就是要保佑当地就不会恐怖。好，那讲的就是有罗汉牺牲在这个内惟皮里面，因为以前闹水鬼，美术馆里面的湖。OK， 这是版本1。版本2也很合理，你听听看，就是说以前的在凤山的时候，凤山县的时候，就清朝的时候，那他的官府通通衙门通通在左营旧城那边嘛。那他的轿子从那个左营旧城出来，会先到的地方叫做阿弥陀佛的皮就不会
跑到这边来，所以有此一说是当初那个凤山的县长哦，他被水鬼抓进去是在阿弥陀佛皮那边哦。等一下我也会去看，因为那边现在都是住宅区，也看不出那个皮塘的样子哦。那不知道所以地方的传言就是内围这里，但是你以地理来说，那县老爷怎么会走来这边就不知道。而且以前每一个皮塘多多少少都有这个事情哦。但不可否认，这边上面就有放一个阿弥陀佛的碑啊，就那一个看起来也蛮新的。然后这整个地方哦。你看都整理过嘛？美术馆这边啊，民国104年整理的。对啊，就是这样哦。当然，美术馆，这个鬼故事也不算鬼故事啊，应该说神仙的故事，因为他是牺牲自己去保佑一方的安宁哦。好，感谢。那我们就去阿弥陀佛皮啦。好，那我现在在的地方哦，博爱山路跟孟子路交叉口的后面这个公园，我是拍公园啦。难道我要去指着人家社区大楼说，哦，这以前就是阿弥陀佛皮吗？哦，就这样。以前有一个阿弥陀佛皮，就是在这一带地下以前都是，所以就是我认为说那个县老爷啊，应该是来这边吧，因为他要去到内围，不是很奇怪吗？很远呢。他的左营旧城出来的这边比较合理，然后也有看到我刚才影片的记载嘛，就是什么还有人在阿弥陀佛皮旁边看到有一个埋人的土堆，还有一个碑什么，他把它放牛的时候给他牵在身上哦，反正就是这一带。现在长得这么热闹，也恐怖不起来哦。这个现在版本很乱，虽然在美术馆内围皮里头就直接他的碑，他直接旁边报道就写说。那个罗汉的就埋骨在那边，但也有说是埋在这里，因为县老爷和动线上这里阿弥陀佛皮比较合理啊之类的，不管，反正以前这个水塘或者什么多多少少都有发生过事情嘛，小孩子挂掉啊或者什么多多少少都有，那总之就是有碑有庙，现在就是在刚刚我们美术馆特区那个阿弥陀佛碑那个地方。这边以前叫阿弥陀佛皮哦，皮跟碑又不一样。对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带你来看了查到的地方都带你来看，大概长这样，恐怖不起来啦。你要晚上来都行哦，因为像我们看这里，你看后面那个中国信托楼上那一栋，那个是一个 BOT 案，它里面的办公室像阿斯莫呢，阿斯莫就是台积电光刻机的厂商呢，就在里面放办公室。然后下面1楼内那捷运站出入口是要怎么恐怖不起来啦哦，所以就是历史就是这么一回事。好啦，我就是拍好玩的，就是说大家每天在夜跑那边跑来跑去在遛狗啊，其实那边就有传说中的埋骨之所，就这样。